今年的11月11号，恰好赶上一次大战结束100周年。当年的参战国都在忙着纪念，缅怀人们因为战争而失去的亲人、朋友。世界主要国家都参与了在法国的纪念活动。中国当年也是参战国，我们看到仅仅一个当地的参战出席了献花的活动。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积极的参与国际社会的这次交流。其实我们知道，中美对峙以来，中共一直在试图打破谈判中的这种寂静。甚至前段时间我们还看到了王岐山作为国家副主席访问了以色列，试图进行一次私下的勾兑。那么作为一战的战胜国，为什么习近平不去参加在法国的纪念活动呢？因为一战是中华民国在府院之争的过程中发出的对德宣战这个公告，宣战方是段祺瑞。从1949年以后，北洋一直被视为一个黑暗的政权，习惯上中国人把他们视为一帮卖国贼。他们是不是参加了一战？是不是收复了国土？从教科书里我们找不到一丝的记录。中共没有办法圆上这个谎，那么只能把一战战胜国的这个身份放一放，忙着参加双11剁手。其实二战也存在这个问题。前几年二战70周年，反法西斯同盟胜利70周年也有一个庆祝。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反思一个问题，到底谁是在逃的？二战中国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，300多万士兵，200多位高级将领，海军全部打光，空军几乎打光。一战离我们很遥远。中国在参战之前就被英法找去了很多的劳工。参战以后，段祺瑞政府既忙着组建国防军，以备今后参战，同时他们向欧洲战场主要输出的也是劳工。离中国人的记忆很遥远。二战还好一些，最起码国共都参与了抗战。共军死了3位相当于将军级别的人物，一位是彭雪枫，事实上证明他死于内战；另外一位是左权，据说他临死的时候口袋里还装着他的检查，因为他在苏联留学过，所以当时
中共把它视为托派，他不仅要指挥战斗，而且要不停地向中共总部进行的辩解。很多人由此推断，他是故意付出鲜血，利用这次牺牲洗脱他的托派罪名。那么新四军被杀的这个高支队长就更蹊跷了，他是新四军的党政首长，一致要求国军当年的蒋总裁来宣布这位姓高的支队长应该被处死。那么得到国军的回复以后，新四军方面就非常急迫地处决了他。好了，一战二战都不能纪念，那他们能怎么办呢？隐瞒是不可能长久的。中国历史上，中国的政府参加过一战，参加过二战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共利用二战之后国弱兵疲、人民厌恶战争的这个时间段，他们声称要推行美式民主，给中国人民带来一个富强繁荣、没有人剥削人、没有人压迫人的一个新社会。那么他们分田分地，裹挟了失地的民众、城市的失业工人、厌倦战争的国军退伍的将士，他们最终席卷了天下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，据说是人民的共和国。我们拥有了人民法院、人民政府，我们甚至还拥有了国企、集体企业。从各式各样的宣传上来看，人民可以当家做主。据说国企是属于全民的，他们称之为叫全民所有制。我到目前为止还持有中国护照，我既没有看见过选票，也没有获得过国企的分红。人民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，而且这个名词相当的蹊跷。抗战胜利的时候，毛泽东曾经欢呼过蒋介石万岁，不过也就1年的时间，蒋介石就变成了人民公敌。可见这个人民呢，它是有定义的，不是我说我是人民，我就是人民。在各个时间段，中共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，它可以随意的圈划出谁是人民，谁是人民的敌人。整个国家在这种氛围中已经生存了70年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国际上的应该庆祝、应该值得纪念的一些节日，中国人都无法参与，因为它的定位不清。一战过去100年了，当年人们曾经以为整个世界受了这么大的摧残，不应该再有大规模的战争。我们知道二战它的规模
参战人数都远远地超过了一战，民众的损失也超过了一战。这个教训相当的沉重。二战过去70多年了，会不会还有三战呢？谁都不知道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只能清醒地看到一点：中国的和平不会太久远。